10月4号，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仲裁草案，计划对中国产电动汽车最高征收35.3%反补贴税。新华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均就电动汽车等贸易问题进行密集沟通。欧洲方面的措施将在本月底正式生效，中欧工作团队仍将继续磋商，双方能否谈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来看看报道。欧盟日前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至35.3%反补贴税的仲裁草案，加上欧洲原本对乘用车收取的10%进口关税，如果措施最终生效，中国产电动汽车将面临最高45.3%的超高关税。日前，中欧双方均表示将继续谈判，外界认为前景仍待观察。欧洲方面的诉求主要在价格。消息人士透露，此前中国曾提议欧洲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元，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税，但该提议在1个月前遭到欧盟方面的拒绝。欧方在拒绝时表示，这不仅关系到汽车制造商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定价，还关系到厂商生产电动汽车所获得的所谓补贴。欧洲方面要消除这些补贴带来的影响。不过，欧盟委员会也表示，随着中欧谈判的继续，欧委会准备重新考虑其他价格承诺，包括最低售价和进口配额，但欧委会没有提供定价门槛谈判的细节。消息人士称，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根据汽车的尺寸大小和续航里程，为每家汽车制造商，甚至可能是每款车型单独计算一个最低售价。既然是磋商了，应该最后还是会在价格协议上有一些微调吧。但是个人对这个的期待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已经都谈了好几轮了，欧方的让步并不是很理想。外界认为，欧盟之所以要建立贸易壁垒，根源在于欧洲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完全无法同中国企业竞争。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平均零售价约为3.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4.8万元，平均价格不到欧洲产和美国产新能源车的一半。欧洲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欧洲电车均价比中国电车高115%。当时，中国企业在欧洲提供了235款可供选择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其中181款的售价低于4万欧元，而欧洲的135款可供选择的新能源电车，仅有31款汽车售价低于这个数字。德国大众公司可能将推出价值2万欧元的一款车型，但最早也要等到2025年才会面世。而价格相仿的比亚迪小型车海鸥已经确定将进入欧洲市场。欧盟加征的所谓反补贴税确实会影响到一部分车企。根据测算，至少有17款车型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以比亚迪汉为例，加征36%的关税后，其在德国市场的售价将从目前的4万欧元，也就是约合31万元人民币，上涨至5.4万欧元，约合41.7万人民币以上。与欧洲本土品牌的价格差距将大幅缩小。不过，根据比亚迪今年9月发布的新款比亚迪汉定价，最低售价为16.58万元，近乎欧洲市场目前定价的一半。假设加征的关税由比亚迪和消费者共摊，结合当前的产量，比亚迪对欧洲的出口业务仍可实现8.6%的净利润率。实际上，欧洲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的举措，并不能阻止中国的产业发展，因为中国的电动车产业供应链非常完备，特别是在占电动汽车制造成本30%的电池上，中国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这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够持续保持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就在中欧密集就关税议题展开磋商之际，欧洲内部反对关税的声音不断。当地时间9号，对加征关税投下反对票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批评欧盟，他认为关税措施将适得其反。欧尔班向欧洲议会表示，缺乏规划意味着汽车行业将大出血，支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只会带来更多失业。 We're applying climate policy when there isn't any industrial policy. However, the EU has not incentiv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pply chains. Therefore, EU companies have lost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 And if we look at, and if we move towards trade restrictions, and there are such plans, then I think that we will lose even more market share.
值得一提的是，与欧尔班展开激烈辩论的正是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也是欧洲方面对华展开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的幕后推手之一。经济学家尤里达杜什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智库布鲁盖尔发文称，征收关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关税对欧洲公民的危害大于帮助，而且最终将对欧洲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反作用。欧洲的电动化转型其实早就拉响了警报，电动车需求放缓是整个欧洲的现状，也给这些车企带来不小的财务压力。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此前称考虑关闭2家本土工厂。总部位于荷兰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8月宣布将裁员1.1万人，一系列的迹象表明，欧洲汽车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小。分析认为，与其以筑高贸易壁垒的方式粗暴地保护本土产业，不如加强中欧之间的相互投资，在欧洲形成完整的供应链，或者共同在第三国市场加强投资，开发新的市场机遇，这才是中欧正确的相处之道。德国的老牌车企也一直在发声反对加征关税。德国的尤其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利益是比较明显的，都有观点说，如果说有一天外资全部都撤出中国了，但是它最后撤出的一定是德企。商务部已经在酝酿对这个欧盟的大排量的燃油车可能会征收关税，这样其实是受到打击最大的肯定是德国企业。大排量汽车指发动机排量大于2.5升的汽油车。8号，中方再次释放消息称，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据中国乘联会测算，欧洲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大排量汽车总金额已经达到18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中国去年出口到欧洲电动汽车的金额。如果中方提高临时关税税率，欧洲对华汽车出口将遭受打击。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方将依法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10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欧盟的相关白兰地时，应向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进口的烈酒中，白兰地进口量最多，大部分来自法国，而法国也是推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国家之一。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干邑白兰地的第2大出口市场，也是该行业利润最高的地区。其中，福建、广东是消费主力，在闽粤两地，马爹利、轩尼诗以及人头马被并称为3大洋。3大洋正是此次中国商务部对欧盟进口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时的抽样公司。法国的干邑白兰地生产商一直担忧遭遇报复，还为此曾走上街头要求欧盟推迟投票，认为法国政府似乎在牺牲他们的行业。We're of course quite worried because today China is our second biggest market. If we at the cognac sector lose that market,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disastrous for the retailers who commercialize them and, through a domino effect, for the rest of the wine-growing sector. 参考中方此前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进行的反倾销制裁，相关裁定直接导致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所占市场份额，从2019年占比35.5%排名第1，到2023年跌出前10名之列。考虑到法国呢，一贯是以自己的农业农食产品为傲，它的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里面的作用是还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应该会这个反制的效应会慢慢的出来。当然，这个也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促进双方的贸易关系向好稳定。